林峰，今天你要么给大家涨租金，要么拆了这个风力发电厂，你自己选。对，必须加钱。阿峰，大家要求租金涨到8000一亩嘛，你赚那么多，拿出点来，不是应该的吗？我掏钱为村子修路的时候，你们怎么不说我应该？100多万修路，38万铺水泥到你们家门口，20多万装路灯，你们没享受过吗？是你自己要修的，我们可没逼你。那路灯呢？村子里其他建设呢？是谁几次三番上门央求我帮帮大家？少拿以前说事儿！你抢占大家的山，搞风力发电，想自己发大财，没门儿！今天必须涨租金，不涨咱们就把发电厂砸了，谁都别想好过。赵叔，你是不是也忘了当初你家猪圈重修的事儿了？别拿个别事儿说事儿，那是你自个儿愿意帮的，跟租金是两码事儿。修路、水泥到户、路灯，前后进投入400万，才刚回款才60多万，账面还是赤字。我最后说一次，合约上写的清楚，5000块一亩，年一续，要涨价也得等合约到期再谈。合约？你那破合约，老子不认！你在我们的山上架几个铁风车就想发财，做梦！8000块不涨，我们就堵在这里，一度电也别想卖出去。德仁叔，这主意你出的吧？阿峰，我也是替大家着想嘛。物价年年涨，5000块现在真不够花。你看隔壁镇上地租都涨到1万了，隔壁镇是平地，种烟叶的，能一样？我租的是荒山。没建发电站之前，那些山头1分钱不值，你们心里清楚。你不涨就砸，砸到你同意为止；不涨就砸，砸到你同意为止。快点给我打他！打他！给我打他！行，什么意思啊？都不涨，我拆。设备是我买的，路是我修的，合约写明了，任何一方毁约需要赔付违约金。你们不想合作了，那就不合作了。我把设备拆走，该赔的你们赔。还有这个，够你蹲上15天。他不会真拆吧？投了几百万说走就走，他的损失怎么办？不可能，他舍不得。阿峰，不至于吧？有话好好商量。赵叔，我商量了3年。你走了，我们这租金没有了。演吧，接着演。拖车走到半路，肯定乖乖折回来求我们。这扇门是3年前我亲手焊的。设备折价，二手撑死卖个零头。电网接入费是沉没成本，1分收不回来，还欠供应商尾款，还有银行的贷款，够吃2碗素面。你妈的！疯娃子，山外头好大一个世界，你长大了要把路修进来，让咱们村的人也看看。路我修进去了，然后被人从路上赶了出来。官司你能赢，但赢了也是赢个寂寞。那些村民你挨个起诉，执行到猴年马月。别起诉了，浪费律师费，先想办法把眼前的窟窿堵上。7块钱一碗，兜里还剩18块。先把饭钱解决了再说。你是林峰？你谁？青岭村的，姓陈，当了20年村长，叫我老陈就行。青岭村，翻过一道山梁就是我老家。听说你在崔湾村干的风力发电被人搅黄了，已经拆了。您找我不是来看笑话的吧？看什么笑话？你那发电机还在不在？在仓库里吃灰。我来找你，是想请你去我们青岭村搞。陈村长，我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我现在兜里比脸还干净。设备是有，但拆了一遍，维护保养得花钱。
电网接入要重新申请，施工队的工钱我都结不上，您让我去建发电站，拿什么建？钱的事儿我来想办法。村里的山地使用权我可以做主，不要租金，你出技术和设备，村里出地和人工，利润3-7分，你7我3，条件好到不正常。陈村长，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饭。有没有白吃的午饭我不知道，我知道的是，青影村386口人，人均年收入不到3000块。我当了20年村长，到退休连条像样的路都没给村里修上。去年跑了7趟县里，磨了3个月才批下来一个引水工程，12万块，打了3口井，铺了2公里水管。就这，我在村民大会上吹了半天。你在翠湾搞的那些事儿，我眼馋了2年，一直没好意思找你。你跟翠湾有约在先，我不好挖墙脚。现在墙倒了，您来了。人精那套弯弯绕我不会，有什么说什么。合约签10年，违约金翻倍写，白纸黑字，全村按手印儿。我的手比他好看一些，但兜里的钱还没他多。陈村长，我不是不想去，我是去不了。为什么？施工队工钱欠着5万，设备供应商尾款8万，银行贷款6万3，加起来快20万。我现在连工人吃饭的钱都拿不出来，拿什么给你建电站？设备不是现成的，设备拆过一遍了，重新组装要维修调试，叶片磕了2片，换新的1片3万多，电网接入要重新申请，还有进山公路，你们清陵有路没有？先垫垫。钱的事儿你让我回去想办法，村里凑一部分，我个人再出一部分。你能出多少？我存了点棺材本，8万块。8万块棺材本，一个60多岁的老头把养老的钱都掏出来了。您别开玩笑。我开什么玩笑？我儿子在广东打工，每年寄2万回来，老伴儿走得早，那8万块存银行吃利息，1年几百块有什么意思？黄了呢？黄了就黄了。我在乎的是临死之前能不能给清岭的人留点东西。陈村长，我跟您去看一趟地形。好，我借辆车，明天一早咱们出发。走啊！这车比我那辆还老。每年雨季这条路要断2-3个月。去年有个孕妇难产，愣是用门板抬了10几里路送到镇卫生治的。不需要大规模砍伐清场，风机基础施工的条件比翠湾更好。年均风速6米每秒以上，比翠湾那几个山头还强。这风大得很，冬天能把屋顶掀了。年年有人家被揭瓦，以前觉得是祸，现在看来可能是福。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林峰，翠湾那边搞风力发电的。就这，看着不像有钱人啊。本来就不是有钱人，要是有钱人，也不至于被人撵出来了。不是有钱人好，有钱人来了也看不上我们这穷地方。喝点不？水是温的，8成在太阳底下晒了半天了。穷，比翠湾村还穷。翠湾好歹有过几年烟叶种植的收入，清岭什么都没有。7.2米每秒，比翠湾高了将近1个点。地形对风有聚拢效应，这地方简直是天生搞电的。怎么样？好地方，比翠湾的条件强不少。路的事儿村里出人工，钱的事儿我去县里想办法。你先列个清单，最少需要多少？50万，最低50万。你那堆设备折价70万入股，加上技术经验，占股70%没问题。剩下50万现金缺口，我想办法。陈村长，合同我拟，利润分成改成6-4，你们4，我6。你先前说的3-7不合理，你们出地出人工还帮着凑钱，3成太少了。行，就6-4。陈叔，这谁啊？来给咱村修风车的人。修风车好，冬天风大得很，能用上就好。穷是真穷，但这股子安静让我紧了3年的后背松了松。接下来2个月，我把自己活成了牲口。1万8太贵了，老哥，这是修旧的，不是买新的。1万5行不行？林总，最多1万6，再低我没法跟领导交代。1万6就1万6，赊账，年底结清。唉，林总你也太抠了。峰哥，你这是人工费的事儿，我记着，年底之前一定给你们结清。
你先忙，不急。喂，跟手下说清楚，谁都不准去催林峰的账，催的人扣半个月奖金。阿强啊，我是陈叔，村里来了个搞风力发电的，条件谈妥了，6-4分成，但缺启动资金，你看着办，投多少算多少，日后按比例分红。陈叔，我出2万，工资发了就转。2个星期内，打工的后生们凑了14万，加上老陈自己的8万，现金凑了37万，离50万还差13万。缺口卡在那里，不上不下。听说你在翠湾被人撅了？在，修好了，设备还在。我手上有一批淘汰的控制柜和变压器配件，还能用，成本价给你，先拿货后付款，明年再结。你为什么帮我？你当年帮我写毕业论文的事儿还记得不？那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你帮别人行，别人帮你就不行了？别他妈跟我犟！地址发过来。设备和配件准备齐了，下个月进场。路是糙了点儿，能走，能走就够了。还要不要？锅里有。要。你吃饭不客气哈，饿的。这是我2个月来吃的最饱的一顿。路程多了将近1倍，但坡度控制在20度以下，勉强可以通过。不叫修路，就是推出一条毛路来，够设备通过1次就行。那个铁棍棍要竖到多高？60米。乖乖，比我家那棵核桃树高多了。县电力公司的接入审批怎么这么快？20天就下来了。我侄子在县政府办公室当科员，帮着递了句话。你怎么不早说你有这层关系？你没问。峰哥，有人上山了。不是本村人。这是张大壮。你确定？张大壮走路跟鸭子一样，10里8乡，就他一个人这毛病。从翠湾翻到青岭要走2个多小时山路，张大壮半夜摸黑过来搞破坏，这不是一时冲动，是有人授意。那个会计李德仁最近来一趟半天，张大壮那个脑子自己想不出这种招。报警！最近的派出所在镇上来一趟半天，等警察来了，人早跑了。更重要的是，闹开了影响护网调试和电力公司审批，麻烦更大。先不报。他们来搞破坏，你不报警？我有别的办法。山上加人看守，3班倒，24小时不断人。你去哪儿？翠湾。去找张大壮？找老赵头。赵叔。阿峰，你怎么来了？来看看您的猪养的好不好？进屋坐。不了，我说2句话就走。赵叔，张大壮前天晚上去青岭的事儿，你知道吧？我没说什么，我是说我不知道。赵叔，你别急，我没来找你算账，我就问你一件事儿：李德仁给了张大棒多少钱？就2000，摸黑翻2个小时山路去砸人家设备，就值2000块？张大壮这命也够贱的。阿峰，你别……赵叔，我跟您说一件事儿。青岭村的风力发电站下个月并网，比翠湾的规模大，风力条件好，预计年发电收益不低于120万。分红之后，386人，每人每年能多2000多块。那是人家青岭的事儿，是青岭的事儿。
事实本身就是刺，不需要额外再扎。赵叔，帮我带句话给李德仁和张大壮。什么话？就说监控拍到了，下次再来，我不找他们，我直接找镇派出所，走刑事。赵叔，猪养的不错，年底出来能卖不少钱。老赵头把话带到之后，李德仁在家里砸了一个茶杯，骂了一晚上娘。第二天出门，他已经笑眯眯的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，而张大壮再也没去过清岭。1月中旬，清岭风力发电站正式地稳。鞭炮是老陈自掏腰包买的，不算项目经费。妈妈，你看，大风车转了。这个你看看，这什么？第1个月的电费预付款，公建局那边核算过了，你看看对不对？陈村长，我请你喝酒。我不喝酒，我不喝酒。那吃面。慢点儿。开春之后，风季来了。你能不能以后缺钱先跟兄弟说，憋着差点憋成内伤。林总，以后有合作再 call 我，给你打9折。你再给我多打钱，我拉黑你。欠的账一笔一笔清了。9月，清岭村年终分红出来了，扣除运维、贷款各项开支，每人每年2400块。让每家都开门接一次钱，心里才踏实。谢谢陈叔。猴子，明年学费有着落了，赶紧去写作业。姐，跟着我，日子会好起来的。这句话我说了20年，今年终于兑现了。翠湾村那头的消息是后来传过来的，我走了，租金断了，年轻人说走就走，跑工地的跑工地，进厂的进厂。渐渐的，老板走了，合同也没了，翠湾村被扣上了不能去的名后。阿峰，赵叔，老王家出去打工了，刘家小孩辍学了，路灯有2盏坏了，没人换。阿峰，你有没有想过回来？赵叔，路我修了，灯我装了，电站我建了，是你们把我赶走的。赵叔，猪好好养，价格好的话，年底能出不少。活人不能被尿憋死，翠湾的路自己走。停机，4台全停，奖绿角归零，偏摇锁定。峰哥，现在风速还没到。别废话，马上停。陈村长，让村里人把院子里的东西收进屋，牲畜关好。我已经在广播了。这次的风不一样，不是叫，是吼。峰哥，3号机有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塔顶底座那个螺栓好像风太大，我看不清。你别上去，听到没有？你别靠近。
什么都看不见，只能凭记忆哪里有坑，哪里有石头，全靠脚底板试。3号机，你看，高强度螺栓，交替应力加暴风双重作用，疲劳断裂。这批螺栓是原装的，用了7、8年了。高强度螺栓，胶片应力加暴风双重作用，疲劳断裂。这批螺栓是原装的，用了7、8年了。60米的钢管，顶上挂着几吨重，底座少了2根螺栓，就像一条凳子少了一条腿。仓库里有没有 M36的高强度螺栓？有，上次多订了一批，在东边那个铁皮柜子里。你下山去拿4根，再带一套液压扳手上来。峰哥，这么大雨，我在这儿守着，你快去快回。隐性裂纹，老设备的通病，省了初始投资，运维上就得付代价。3号机基础螺栓断了2根，正在处理。要不要叫人上来？不用，人上来也帮不了。你把村子别人看好了，你注意安全。快！峰哥，你那件衣服烂了。我那件也烂了。可以修，寄过来，周期2到3周。1号机停机2、3周，等于少了1/4的发电收入。等等，烧坏范围没那么大，主控芯片还活着，大部分驱动电路也在，坏的是电源模块和几个 MOS 管。改一下外围电路，能用。你多久没睡了？睡了的。地上那个纸盒子是你的床。凑合。喝完把碗放门口就行，我明天来收。对了，我弟这次数学考了68分，及格了。刚及格。不错，上次42。你记得？你嗓门那么大，整个村子都记得。微甜，放了冰糖。暴风雨过去了，活干完了，债还差最后一笔，镇信用社那15万贷款，到年底能结清。到那个时候，就真正从坑里爬出来了。林峰啊，你们那个示范村的评审材料出了点情况。什么情况？有人写了举报信。举报什么？说你们青岭风力发电站的设备是2手翻新的，存在安全隐患，不符合示范村的评选标准。还说你在翠湾村有过合约违约记录，诚信方面有问题。谁写的？匿名的，但信里提到的一些细节，关于翠湾合约的事儿，一般人不会清楚。马科长，设备是2手翻新的，这个我没瞒过任何人，材料里写的明明白白。安全隐患这一条，我可以提供全部检测报告和运维记录，包括上个月暴风雨后的螺栓更换和控制板维修记录。至于翠湾的合约，是对方单方面违约在先，我有全套合同和证据。我个人是了解情况的，但举报信走了流程，局里不能不查，要派人来复查一次。随时可以来。另外，你那个对手不光是写信，他还往县里别的部门也递了材料。安检办那边收到了一份关于你们风车设备安全的举报，环保那边也收到了一份，3个部门同时收到举报，这不是一个人能干出来的事儿。什么事儿？马科长说，我被举报了。李德仁，8成是他，但没证据，不能瞎说。
他图什么？你都不在翠湾了，他还追着搞你。不是搞我，是搞不了我让他难受。清岭搞好了，翠湾的人会怎么想？会想当初不该逼走我，会想都是李德仁出的馊主意，他在村里的威信就没了。所以他得把你也搞黄。他搞不黄，但他能给你添堵。3个部门同时查，就算查出来没问题，一圈走下来也得2、3个月。示范村拖过了泡截止时间，今年就泡汤了。我去找他。找他干嘛？最简单的底层逻辑，解决极其复杂的体制内绞杀。我跟他谈。怎么谈？你打人还是骂人？我去跟他讲道理。陈村长，跟这种人讲不了道理。你去了，反而让他觉得戳到痛处了。那怎么办？干等着？不等。我去县里。你去干什么？把该交的材料交了，该说明的说明白，带他去审查，安检也好，环保也好，查就查，我什么都没藏着，查完了怎么样还怎么样。那示范村的事儿，示范村能评上最好，评不上也不影响发电。陈村长，路是一步一步走的。行，你去，路费我出，你那叫有钱，比3个月前有。这些东西你平时都留着？做设备的人不记录数据，跟做账的人不记账一样。行，我帮你递上去。安检和环保那边你得自己跑一趟。你这个2手翻新设备有没有第三方检测报告？第三方检测费用2万多，当时没那个钱。没有。那这个是硬伤，你得补一个。可以补。多长时间能出结果？从送检到出报告，正常流程1到2个月。1到2个月？示范村评审的截止日期早过了。2项都要时间，都要钱。喂，周毅，怎么了？又缺钱？不缺钱。我问你个事儿，你们做光伏的时候，设备第三方检测走的哪家机构？省质检院啊。怎么？你要送检？2手风机设备。省质检院排队排到下辈子。你试试找华中那边的武汉有家民营检测公司，资质够，速度快，叫什么来着？等下我翻翻名片。这家老板我认识，你说我介绍的。加急的话2周能出报告。费用呢？1万2左右。但你说我的名字8折。手头够。谢了。我们俩你还跟我说谢？2个肉夹馍。是林峰吗？我是。我姓赵，县电视台的。听说你在清岭搞了个风力发电的项目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发改局的马科长提了一嘴，我们台正好在做一期乡村振兴的系列报道，你那个项目挺有代表性的。我想问问方不方便我们过去拍一期？行，什么时候？越快越好，我们这个系列下周要播。那你明天来，地址我发你。县电视台算什么级别？拍了有人看吗？不确定。但如果项目被公开报道了，那封匿名举报信的效力就会大打折扣。一个被媒体正面报道的项目，各部门在处理举报的时候会掂量掂量，不是能解决问题，是能争取时间。时间就是命。林总，我们先拍点空镜。你当初为什么选择来清岭？这里风力资源好，年平均风速满足发电条件。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？资金链断裂，设备采购总预算。林总，你能不能说点感受，就是那种打动人的？你去采访老陈吧。谁？村长陈德顺，他比我会说。陈村长，当初是什么让您决定找林峰来建这个电站？我当了20年村长，20年。20年前，我跟全村的人说过一句话，我说跟着我，日子会好起来的。这句话我说了之后就没兑现过，年年抱困难，年年申请补贴，年年开会，开完会该穷还是穷。有一年冬天，大雪封山，村里一个80多岁的老婆婆没人管，
等我带人把路挖开送饭过去的时候，他在炕上躺了2天了，饿得连手都抬不起来。我那天晚上喝了半斤白酒，坐在村委会的办公室里，骂了自己半个小时。骂完了，哭了。60多岁的人了还哭，丢不丢人？丢人，但我忍不住。后来我听说翠湾那边有个搞风力发电的年轻人被人赶出来了，我就去找他了。我不知道他行不行，但我想试试。不是的话，就只能继续等死，等上面拨钱，等有人来投资，等天上掉馅饼。等了20年了，什么也没等来，我就拿了8万块老本去赌了一把，然后我赌赢了。赌赢了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了不起的是那些凑份子的后生。一个在福建做水电工的娃儿，工资还没捂热就转过来了2万块。还有一个在东莞工厂流水线上的姑娘，转了3000块，备注写的是陈叔加油。这些人信我，我不能让他们白信了。我在电视上看到了陈爷爷。小声点儿。设备状况比我预期的好，你这个运维水平不像是一个人搞出来的。就是一个人。检查没有问题，我回去销案。环保那边呢？环保的同事我帮你带句话，风力更电本身就是清洁能源，环评那一套走个备案就行了。那封举报信你心里有数。你这种人挺少见的。什么样的人？欠着一屁股债还往山沟里钻的人。评审结果下来了，青岭村入选，全县3个名额，你们是其中之一。说实话，你们那个项目规模不算大，但评审组看了你们的材料之后，尤其是那段电视台的采访，打分的时候几乎没有争议。这才是基层该有的样子。老陈那段话，评审组的几个专家都看了，有个老教授当场拍了桌子。峰哥，你说实话，翠湾的人还值不值得信？信不信是你自己判断的事儿，我只能告诉你，翠湾的人不是坏人，他们就是穷怕了、穷极了之后做了蠢事儿。人蠢不等于人坏。那你还会回去吗？不会。明白了。李德仁没来。各位叔叔阿姨，我的规矩跟林峰不一样。林峰当年信你们的人品，我信白纸黑字。第一，任何一方单方面违约，赔偿金按合同总金额的20%计算。第二，合约期内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变更分成比例。第三，如发生争议，由县仲裁委员会裁决，双方不得私下闹事。嫌条件苛刻的可以不签，但签了的，到时候别说不知道。我签。你家灶上冒烟了。哎呀，你脸上有灰。哪儿？左边。另一边。你脚多大？42。我纳的是40的。那我穿不了。我改改。姐，这道题怎么做？姐，我真不会呀！不会做自己想。我再给你讲一遍，你再不会，我今晚不给你吃饭了。那声音在这个傍晚听起来不一样了，不像心跳，像另一种什么东西，说不清楚。还最后一笔。一共欠15万，分3期还的。第1期提前了2个月，第2期提前了1个月，最后这期正好到日子，全清了。不欠任何人了，像走了很长的路，
终于看到路标上写的数字跟预计的一样，没多没少，就是到了。我弟牙疼，别让他吃糖了。那就更该买了，反正也不贵。9月底刚做完季度保养，4台机组运行参数正常，发电量比6月提升了7%。这个月分红能多多少？多1200。1200，那全年下来，陈村长，你先把猪头肉吃了再算。贷款还完了？好事儿，你小子不容易。有什么不容易的？别装，你从翠湾出来那会儿，裤兜比脸还干净。我拿棺材本堵你，说不怕是假话。我老婆在坟里头都骂我呢。你老婆走多少年了？12年了。葬在哪儿？后山坡上，朝南的。她怕冷，我挑了个向阳的地。我爷爷也葬在山上。翠湾那边的山？不是，老家贵州那边的，跟这里的山不一样，全是石头山，石头缝里长包谷，包谷比巴掌大不了多少。你是贵州人？我爷爷是。我爸18岁出来打工，到了湖北就没回去。我在湖北长大的。我12岁那年暑假回去看过他一次，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。山里的风白白刮了一辈子，要是能拿来烧饭就好了。一个种了一辈子地的老头说出这话来，他可能就是随口一说，但我记住了。大学选专业的时候，我报了新能源工程。去风电琛公司上班的第一天，我站在风机下面往上看，叶片扫过去的呼呼声，我就想起来我爷爷说那句话时候的样子。后来呢？后来他去世了，我没赶回去，在工地上拆旧设备，手机没信号，等收到消息，已经过了头期了。我去翠湾不是为了赚钱，我要是想赚钱留在公司干就行了。我是想，你爷爷知道的。知道什么？知道他那句话没白说。说。峰哥，你忙不？说。我这边遇到点麻烦，不是大事儿，就是想跟你请教一下。羊群里有10几头出现消化道感染、拉稀、不吃食、掉膘。镇上兽医说是饲料配比问题，蛋白含量太高，但我调了配方还是不见好。我怀疑是水源，厂子旁边那条溪水上游有一片老坟地。你把水样送去化验过没有？化验什么？大肠杆菌、寄生虫卵，起码做个常规微生物检测。你光看饲料配方不看水源，等于看了一半。峰哥，你怎么连养羊都懂？我不懂养羊，但排查问题的逻辑是一样的。系统出了故障，你得把所有变量都查一遍，不能只盯着一个。峰哥，翠湾那边最近有些人在议论你。议论什么？看到电视台那个片子了，知道你在青岭搞起来了。有几个人说后悔当初的事儿。老赵头上次喝了酒，在村口蹲了半天，跟谁说了句当初不该听李德仁的。这跟我没关系了，你管好你自己的厂子就行。那改天我去青岭看看你。可以。吃饭了没？吃了。吃的什么？方便面。那也叫吃了，我给你煮了面，臊子面有肉，还有那个水果糖。猴子的牙没好呢，你别给他糖吃了。什么水果糖？我在他枕头底下翻出来的，一问就说是林峰哥给的。我放门口的，又没让他吃。你放门口，他能不吃吗？老陈，好久不见。林峰在山上呢，你找他什么事儿？我给他带了点东西，